继 Kia Carnival 和 Kia EV6 之后 ，Kia Malaysia 的第3步棋就是这个 Kia Sorento 第4代的 Kia Sorento。它现在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主张售价从209,888块到253,888块。它是一个 SUV， 一个3排式7人座或者6人座的 SUV。那主要的竞争对手有像 Mazda CX-8， 还有最新的 Proton X90 等等。那其实我在知道 Kia Malaysia 要推出 Kia Sorento 的时候呢，我相信马来西亚消费者对 Kia Sorento 这个车型既不陌生也不熟悉，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第4代的车型。而 Sorento 它其实也可以算是 Kia 版本的三大费，因为它的这个兄弟车款采用 Entry Platform 的兄弟就是 Hyundai 三大费，但是这个车子比三大费还要再长，还要再大一点点啦。那今天这期就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作为一个3排式7人座 CX-8 的车主，我对于 Kia Sorento 有什么样的看法。从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Facebook page。Let's go！ 第4代 Kia Sorento 沿用了 Tiger Nose 虎鼻式的前脸设计，宽大的造型提升了前脸的视觉张力。3颗 LED 车头灯搭配 Daytime Running Light 日间行车灯，让 Kia Sorento 看起来炯炯有神。那 Kia Malaysia 为 Sorento 提供了5个配色，有白色、灰色、银色、黑色，和我今天带来的 Astra Blue 蓝色。我觉得 Kia Sorento 最英俊的地方是在它的车尾造型，线条简单不复杂。这4个直列式的 LED 车尾灯拉长了 Kia Sorento 的视觉感。顶配的 Kia Sorento 2.2D 色上路价是257,228块 ，CX-8 2.2D 色215,722块。Tiguan Allspace 2.0 Turbo 卖237,073块，所以257,000的这个售价算是偏高的。Kia Malaysia 没有引进 1.6L Turbo Hybrid 版本，我们只有 2.5L 汽油引擎和 2.2D 色柴油引擎版本。2.5L 搭配 6AT 有177 horsepower 和232 Nm， 2.2D 色搭配 8DCT 有199 horsepower 和440 Nm。2.5L 和 2.2D 色的 fuel tank 都是67公升 ，CX-8 就是72公升，多了5个公升。Kia Malaysia 建议 2.2D 色的使用 B7， 就是 Euro 5的柴油。Kia Sorento 采用 Multi-Link 多连杆的后悬挂系统，低配是 23560R18， 这个高配是 23555R19。尺寸方面呢 ，Kia Sorento 属于 D segment SUV， 它的轴距是 2815mm，X90 是 2805mm， 而 CX-8 是 2930mm， 比它长了 115mm， 所以 2900mm 轴距的 Kia Telluride 才是 CX-8 的对手。在第3排椅背直立的情况下，它只有187公升 ，CX-8 有209公升，所以这边的空间只能够给你放几个购物袋。工具箱、急救箱和备胎都在地板底下。当第3排椅子收进去之后，就正常很多。现在有616公升，中间的通道还可以塞东西，所以通常你买3排式 SUV， 第3排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放下来装行李用的。要怎么知道你驾的是不是一台 Diesel 柴油引擎的车子？Yes， 这个就是柴油引擎带给你的一种声浪。可以说，这个 Kia Sorento 呢，它的中控台设计呢是非常的美系，非常的美式。但我个人觉得，在视觉上它有一点过于复杂了。像冷气出风口两个2、4、6、8个冷气出风口，哇，眼睛不知道看哪里。实用性方面是没有话讲的，因为全部都是 button， 密密麻麻的 button， 这边有 button， 你绝对不会按错或者不小心按到别的 button， 因为没有 haptic touch 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就实用性方面来讲，就维持了 Kia Family 一贯的这种实用性，还有这个电子仪表板，然后有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还有气的无线充电器，只是这边就不是 USB Type-C 的接口。我现在自己用 Type-C 读 Lightning 或者 Type-C 读 Type-C， 所以没有 Type-C 读 Type-C 的这个东西有一点麻烦啦。不过这个是准备多一条 cable 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我开的这个呢，就是算是最贵的，258,888块起的2.2 diesel， 所以它有 pedal shifter 换挡拨片，而且在驾驶模式这边呢，你除了有 Comfort、Eco、Sport 跟 Smart 之外，你也有 Terrain Mode， 你按下去你可以 select Snow、Mud 跟 Sand， 因为它是一个 4-wheel drive 的 Kia Sorento， 但是在大部分时候它都是以前轮驱动为主，后轮只是 engage 来给它增加你的抓地力，在起步、过弯或者在一些在一些怎么讲 off road 的时候。So overall 来讲，这个 steering wheel 我非常的熟悉，因为我开了很久的 Kia Carnival 包括 Kia EV6 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 design然后它是一个最高配的车子，所以它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d Go 的功能。然后我喜欢它的就是它的 signal 你打 signal 的时候，你打左边的 signal， 仪表板会显示左边的镜头，所谓的 Honda Land Watch 啦。你打右边的 signal，它会显示右边的东西，这样子，这个是非常的方便。我第一次用到这个功能没有错，就是在 Hyundai Sonata， 因为大家都是同样一个 family。然后我要讲的是，我觉得 Kia Sorento 最好的就是它有12个 speaker 的 Bose 音响系统 ，CX-8 没有 Bose， 它不只是 hardware 罢了，因为你用好的音响系统，你就可以去选择像 Bose Dynamic Speed Compensation， 还有 Bose Center Point， 你可以将声音集中在你的 center speaker 这样子，所以那个感觉是完全就是不会输给德国车，不会输给欧洲车这样子了。So， 但呀这样子了，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好，可是我没有真的很 buy 这个 system 啦，因为它太过 muscle， 它很像一个肌肉男这样子 ，OK。然后我现在坐的这个椅子呢是有8项调节的，然后有2项调节的 lumbar support， 所以坐起来的话算是相当舒服的一个座椅来的。我们已经在 Kia Carnival 身上见识过了 Kia 对于空间的处理，像11人座的 Kia Carnival 和后来 CKD 8人座的 Kia Carnival， 整个椅子要多变都可以。但这个不是 Carnival， 这个是一个 SUV， 所以呢，除了最低配的是 2+3+2 之外，这个 2.5G All-Wheel Drive 跟 2.2D All-Wheel Drive 它们都是 2+2+2 的6人座格局，中间2个就是 Captain Seat， 你是一个独立座椅，你可以前后滑动，然后可以调整椅背的倾斜，但它是手动的。但这种情况下，手动好过电动的，因为你不用等，它也更加的灵活。除了最低配之外呢，它们都有这个遮阳帘。然后冷气出风口的话，这边有2个，下面有12V 接口 ，USB Type A 的这个接口，然后这边有 Bose 的 speaker， 有一个 cup holder， 所以还有这边有这个 Bose Switch， 你可以去帮前面的司机副驾驶去调整这个椅子的前后。那我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扶手，你可以从这边走去第3排，所以它给我的感觉不会说到很高级，但你不会觉得少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去第3排看一看，这边有一个按钮，你按下去，它就会一键弹开。第3排可以。非常典型的5+2 7人座的 SUV， 第3排通常都是不适合成人乘坐，是给小孩子坐的，大概140cm 左右。如果我们把这个椅子让它调到正常的地方，大概就是一个拳头或者没有拳头直接顶到膝盖的这个位置这样子。但这个 Kia Sorento 它有一个东西是比 CX-8 厉害的，就是它这边有冷气出风口。而且它不只是出风口罢了，它还有这个 switch 的，你可以去调整冷气的大小，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车顶这样子啦。所以这个地方两边这样子来，是很少有看到第3排的 SUV 是有冷气出风口的啦。然后呢，有一个东西必须要提的就是呢 ，ISOFIX，Come on，ISOFIX，第3排椅子有 ISOFIX 的 SUV、MPV 都好，是非常少的。就我过去坐车的经验来讲，所以变成这个车子有一个 ISOFIX、2个 ISOFIX、3个 ISOFIX、4个 ISOFIX， 你可以生4个 baby， 再4个 newborn 的 baby 都没有问题。这个是必须要给 Kia 一个赞，真的。Mazda 第3排 Even CX-9 都没有给你 ISOFIX 的儿童安全座椅接口。然后我知道这个席子真的是很丑啦，可是我必须要给大家明白这个高度、宽度等等，所以穿这样鲜艳的鞋子，你才能够知道到底我这个人多长啦。by the way， 我是178cm， 按下去 ，OK，
当然 SUV 跟 MPV 最大的差别是 MPV 通常 sliding 的，你很容易上下车 ，SUV 就很，你知道吗？有点难度了，爬出去，嘿。这个 Kia Sorento 呢，采用2.2 L 的 Diesel 引擎，有199个 horsepower 和高达440个牛车米的。最重要的就是啊，它在低至1750 RPM 起就能够产生出这个440牛车米的扭力，所以当你在起步，即便是一个1856公斤的车子，你都能够感受到贴背感。你绝对不用去怀疑这台车子的动力够不够，相当的足够。但是呢，它的0到100就大概是9.1秒这样子，不是说特别令人满意啦。因为它始终还是一个比较强调 family SUV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而不是真的是那种很 sporty、很运动化的东西啦。然后呢，从199 horsepower 和440 Nm， 你可能会觉得，诶，这个不就是 Kia Carnival 的 powertrain 咩？或者是三大费 2.2 Diesel 也是这样子的东西，都是用 XP 的 automatic gearbox。But 现在这个 Kia Sorento 呢，它用的是2.2 Diesel 的 Smart Stream D 引擎，也就是说呢，他们已经淘汰掉传统的 XP Automatic Gearbox Torque Converter， 现在这个是 DCT， 它的 Torque Capacity 更高，而且呢，它现在这个 engine 它用了 Aluminium 的这个 cast 就取代了铁的这个 cast， 所以当然是那个 engine block 本身就减轻了19个公斤，让它整具引擎一共减轻了38点多公斤，接近40多公斤的这个瘦身，就让到这个 2.2 Diesel XDCT 呢，在 Kia Hyundai 家族里面算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powertrain， 所以你在驾起来的时候，它会比 Carnival 更加的积极，尤其是它的油门反应。当然 Diesel being a Diesel， 你还是会有那种哒哒哒哒哒的声音，因为它没有 spark plug 的嘛，就是直接 piston 在那边敲，所以有时候我一 start 车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在驾一辆 pickup truck 这样子啦，2.2 Diesel 的 pickup truck， 非常的像，但因为这辆车子是1856公斤嘛，它是一个 all-wheel drive 的车子，所以后面有differential 传动轴等等，所以1856其实 Mazda CX-8 2.2 Diesel 也是这个重量，然后它就比2.5 Liter front-wheel drive 的这个 Kia Sorento 重了137公斤。那我个人驾这几天下来，我会觉得这台车子呢，它的这个 body roll 的情况会稍微明显一点。你看你摆的时候，它不是说到很重，可是我觉得怎么讲，这个车身动态表现啊，我觉得 CX-8 会比它好很多啦，因为毕竟 CX-8 是2930 mm 轴距的车子，所以当然我知道马来西亚市场大家不会看轴距，大家只会看价钱，只会看车子的格局来做这个判断这样子。但是我要讲的是 CX-8 跟它真的不是同样一个级别的东西来的啦，猜。真的跟 pickup truck 的感觉很像，但它就比较顺啊，因为 pickup truck 不会用 XDCT 的嘛 ，OK。你在斜坡起步加速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好像在开着一台没有声音的电动车这样子，猜。OK， 我们现在转去它的这个 Sport Mode，OK，Sport Mode Go。大概3000多4000转就可以 upshift 了，因为车子的它的这个压箱比较密啊，所以一直 up 越多 shift 你就越爽这样子。然后它还有一个模式叫 Smart Mode 啊，就是顾名思义 Smart 就是它什么时候选择 Eco， 什么时候选择 Sport， 它会根据你的这个油门你给的 throttle response， 还有你的这个车子处于的地方来去调整。
那至于 Eco Mode 的话呢，我就不是这么建议使用 Eco Mode， 因为它会放大这个 Turbo Lag 的缺点，它会更加迟钝，但是你去到油站的时间也会更加的拖延这样子啦。So 可能我觉得 Kia Sorento 在过弯的时候呢，它有一定的功夫，不过我个人会觉得它偏 soft 啊，它这个转向的精准度不是这么好，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啦。我这样讲是因为它的车身刚性很好，然后它的隔音很优良，已经是完全是欧洲车的等级了。它有 Advanced High Strength Steel，还有加了一点 Aluminium 铝合金的材质，所以就它的隔音、它的 Build Material 来讲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会对它抱有更高的期望它的转向像 BMW 像奥迪这样子，但是它没有，它还是偏向 soft， 怎么讲，偏向一般人会习惯的这个方式去调教它。那至于它的缺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 suspension 它很紧绷啊，很紧张兮兮，这个路感有一点过于清晰啊。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 road noise 啊，这个胎噪声非常的明显。那这台车子用的是 Goodyear 的一个 F1 Asymmetric SUV 轮胎，那这个轮胎本身它是我看它的花纹快啦，它是比较大个，然后它可能抓地力比较好，不过缺点就是它的噪音真的是不小，你不用跑得很快，你跑80、90、100多，你都能够 feel 到这个胎噪声。因为我自己的那个 CX-8 我已经换成了 Bridgestone R 在001轮胎，所以那个轮胎就是又安静又抓地力又好又等等。我觉得如果你换一套轮胎，这整辆车子的行驶体验可能会更上一层楼这样子啦。坦白说啊，我过去试驾的 Kia 车款并不多，但是每一款 Kia 都没有令我失望。我们从最小的 Kia Picanto 到后来的 Kia Carnival、Kia EV6， 再到这个 Kia Sorento。Kia 的车子很少有一个品牌可以从小车、中车、大车做到 MPV 都保持一定的水准，不会因为那个车子是便宜的车 segment 较小的车，它就随便做用一点很 cheap 的 material， 没有。Even Picanto 啊，它用的那些 material 都是同级的车款里面最强的。它虽然不算是 premium brand， 不过它已经可以算是一个premium 的7人座 SUV 这样子了。所以我就一直说，因为它的售价真的是不亲民啦，因为你看上路价是257千，257千已经贵过所有的对手当然 Kia Malaysia 它现在是给你5年的这个 warranty， 而且它给你5年的 free maintenance， 包括 labor parts and lubricants。这个东西就是跟 Mazda 一样啦，因为都是 Burmese model 嘛，所以5年你买这辆车子头5年你不用还维修费，你不用还保养费等等，这个也是他们用来挽救Kia Malaysia、Kia 马来西亚消费者的一个信心，然后也能够稳定着它的二手价，因为你5年之后5年的车子出去还是漂漂亮亮的，因为所有东西都在原厂的 monitor， 在原厂的观察底下啦。所以我觉得你变成你要用怎样的方式去看它。如果你单纯只是要一个3排式 I mean 6人座、7人座的车子，你去买 X90 就可以了，你还省回很多钱这样子。那如果你追求的是 build quality， 你追求的是耐用度讲到耐用度马来西亚人对 Kia 的这个 brand perception， 这个品牌认知跟美国跟国际有一点出入。因为这台车子呢 I mean Kia 这个品牌在过去2022到2023年，它在 JD Power 调查的这个耐用度是排名top 3的。OK， 去年没有错 ，Kia 是排第1名，还赢过 Toyota 跟 Lexus。这个 JD Power 它的调查是相当透明的，还比欧洲还要透明啦。所以在美国呢，它的这个品牌的耐用度，这个车型是跟 Toyota Highlander 是齐名的，同样一个 level 的啦。然后我在美国的很多车主的网站都看到，Kia Sorento 跑了100千个 miles、10万个 miles 的车主是大有人在的。所以其实 Kia Sorento 它真正的战场是在北美市场，所以无论从引擎、变速箱到它的4轮驱动系统等等，都是经得起市场的考验了的啦。
所以我相信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可以去试驾 Kia Sorento， 然后你在货比三家去看一看，到底它比较好，还是 CX-8 比较好，或者 Peugeot 5008比较好，他们都是 Burmester 的啦。或者competitor 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Tiguan Allspace Proton X90 等等。所以我觉得不过你坦白讲啦，到最后你问我257千买它，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预算，你直接去买 Kia Carnival 啦。因为这个格局真的还好罢了，我觉得你真的要买一辆 Kia， 你去买 Kia Carnival 8人座，椅子中间椅子又可以多并起来，所以我不知道啦。我觉得 Kia 真正的这个，因为你来到5+2，我觉得它不会赢马自达很多，但是如果你去到 MPV， 去到 Kia Carnival， 哇，打包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人可以像 Kia Carnival 这样子。这么好开的一个 MPV， 这么灵活的一个 MPV， 而且性价比这么高的一个 MPV。当然 Kia Carnival 是8速 Automatic Gearbox， 它就是8速 XDCT， 所以它的 Powertrain 要比 Kia Carnival 还要来得新。但是你就讲驾驶的话，毕竟它的轴距不长，只有2815个 mm， 那 Carnival 就是去到超过3000个 mm 了。你在 parking， 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都会比较不方便啦，因为车子的块头比较大，比较长。OK， 所以喜欢 Kia Sorento 的试驾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对 Kia Sorento 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你再三犹豫要不要买 Kia Sorento， 或者是什么原因让你去 showroom 看了过就直接下定金，我就是要买 Kia Sorento， 我就喜欢这样子的 look。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and 3, 2, 1 cut。我刚刚剪头发，OK。